将军人未到，怀了孕的女子先登了门。我一进中堂，就见一娇弱女子歪在榻上，见了我，她佯装着要行礼，被丫鬟一把按住。姐姐勿怪，是将军心疼我，非要带我回府养胎。这胎若是男孩，定记在姐姐名下。我身份卑微，绝不碍姐姐的眼。我眯起眼，心中冷笑。我哥没告诉他我是他亲妹妹，更何况他早年受伤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子嗣。我不在家的日子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碰刺将军府了。我勒住缰绳的时候，将军府的大门正敞开着。此次北伐砍了3万匈奴人的脑袋，收回16座城池，把那些草原狼撵回了大漠以北。一路上我都在想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女人怀了孕，却跑到我将军府。我刚跨过门槛，就看见中堂里多了个陌生女人。那女人歪在软榻上，肚子微微鼓着，身边站了个丫鬟，正叉着腰指挥府里的下人搬这搬那，活像她才是这宅子的主人。主母回来了，奴婢红药伺候我家姑娘姜氏。我家姑娘肚子里揣着将军府唯一的根苗，身子金贵，就不给您行大礼了。唯一的根苗，我爹3年前死在战场上。我哥穆昭虽然活蹦乱跳的，但早年落下的就伤我比谁都清楚。太医说过，子嗣艰难，这女人肚子里的种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没吱声，往门框上一靠，打算先看看这出戏怎么唱。榻上的女人这才慢悠悠地扶着腰坐起来，眼眶泛红。姐姐别见怪，红药不会说话，冲撞了您，我替她给您赔不是。说着就要下榻行礼，红药赶紧拦住。姑娘，您肚子里可是将军的骨肉，将军走之前特意交代了，让您好生养着，谁敢让您行礼？江婉堂叹了口气，满脸歉意的开口：姐姐，是将军心疼我，非要带我回府养胎。这胎若是男孩，定记在姐姐名下。我身份卑微，绝不傲姐姐的眼。说到最后，他低下头摸着肚子，眼圈已经红了。身后的仆从个个面露怒色，瞪着我。我闭上眼，心中冷笑。我哥没告诉他我是他亲妹妹，看来也没告诉他有个手握10万大军的妹妹吗？红药见我不吭声，以为我怂了，气焰更旺，声音越来越高。主母莫怪，奴婢方才说话是冲了些，可句句都是实话。将军临走前亲口吩咐的，我家姑娘腹中是将军府盼了多少年的血脉，让何府上下好生伺候着。我家姑娘有涵养，夸您一句温柔大度。可将军早就说了，主母您性子烈，让姑娘不必委曲求全，这只等她回来，自然主持公道。我终于开口了，语气淡得像白开水。他说我性子烈，将军说您舞刀弄枪，脾气火爆，一言不合就要动手。我们姑娘性子软，怕受欺负，将军特意交代了，让我们姑娘硬气些。我没忍住笑了一声。我打量了一下江婉堂，20出头的年纪，肚子隆起的弧度大概4、5个月。从南方到京城，马车要走将近2个月，一路颠簸，确实不容易。初来乍到，摸不清底细。我哥又是个糊涂蛋，肯定没把家里的事说清楚，而且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弊病，更何况经过这么多年，说不定身体已自行康复。我在心里也存了一丝希望，于是想着先好好说话，把误会解开。可江婉堂没给我这个机会。姐姐，他捂着嘴咳了2声。我知道姐姐容不下我，可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去处了。将军说姐姐最是心善，一定会善待我的孩子。红药的嗓音也跟着哽咽。主母，我家姑娘已经把姿态放得这么低了，您还想怎么样？要是您再这样逼她，我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跑到将军面前，让她替我家姑娘做主。无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主母嫁进来这么多年，肚子里没动静，按7出之条早该被休了。将军没把您赶出门，已经是天大的仁慈。您识相点儿，好好伺候我家姑娘才是正经。我听得眉头直皱，本来还想好好把话说清楚，可看这架势，人家压根没打算听。你们搞错了，我不是。我压下拔剑的冲动，耐着性子开口：主母，您别再说了，我家姑娘不想跟您争，你也别逼她。将军交代的明明白白，一切以孩子为重，这孩子要是出半点差错，您担待不起。我家姑娘从南方一路颠到京城，水土不服的厉害，身子早就折腾的差不多了。到了府里，总该让她安安稳稳养胎吧。主母要是明白人，就把主院腾出来，我家姑娘住得宽敞些，对孩子也好。我挑了挑眉，主院最大，采光最好，养胎最合适。将军曾亲口说的，让我家姑娘住最好的院子。这府里最好的院子，不就是主院吗？江婉堂低低咳了2声，虚弱地拉了拉红药的袖子。红药，别说了，主院是姐姐住的地方，我怎么能……姑娘，您就是心太善了。将军说了，一切以孩子为重。您住主院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将军府的独苗啊。江婉堂脸上挂着为难。姐姐若是觉得不妥，那便罢了。我这个人不挑地方，
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落地，住哪儿都行。我看着这对主仆你一言我一语的演双簧，心里那点仅剩的耐性正在一点点被磨光。主院是我母亲在世时的居所，她过世之后，我便搬了进去。那里头放着她留下的旧物，还有我这些年拿命换来的军功牌和圣上御赐的物件。别说外人了，就是我亲哥，没我点头也跨不进那道门槛。主院不可能让出来，东跨院空着，让人收拾收拾，能住人。东跨院又偏僻又潮气重，巴掌大的地方怎么养胎？将军的独苗住那种地方，您这是诚心折腾我家姑娘。说完，他迈开步子就往主院方向冲，墨竹自幼跟着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脾气比我还要火爆。他一步跨上前，挡在路中间。站住！主院是我家小姐的地方，谁给你的胆子乱闯？红药二话不说，扬手就是一巴掌甩在墨竹脸上。府里哪来的小姐？将军就只有我家姑娘肚子里这一个孩子。我看是你们主母生不出儿子，编出个小姐来糊弄鬼吧。我眼神一沉，墨竹比我动作还快，他跟我在战场上砍过人，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？他一把攥住红药的手腕，狠狠往下一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动手？江晚堂的脸瞬间白了，扶着肚子颤颤巍巍站起来。姐姐，红药是有不对，可她都是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。你心里有气，冲我来就是，何必为难一个下人？红药连滚带爬躲到江晚堂身后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姑娘，您看看，他们就是这么欺负人的，这是根本没把您和小主子放在眼里啊！姐姐，红药跟着我从南边一路过来，路上吃了多少苦头，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替他给您跪下赔罪。可您这样动手打人，传出去，外人该怎么议论将军府的主母？说着，他身子一歪就要往下跪，红药慌忙扶住，那婆子也扑上前来，张开双臂挡在江晚堂面前。你要是再敢动我家姑娘一根手指头，老奴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到将军跟前去讨个公道。我懒得再跟他们纠缠，转身要走。站住！话还没说清楚，你往哪儿走？墨竹一脚踹过去，婆子在地上咕噜噜滚了2圈，四仰八叉的躺着，捶着地面嚎啕大哭。老天爷啊！他们主仆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姑娘，老奴今天就是死在这儿，也要让大家评评理，看看你这个贱人的真面目！一时间，院子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乱得像个菜市场。我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正要开口让这场闹剧收场，前院忽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唱报：“圣旨到！”听到“圣旨到”3个字，江晚堂先生愣了一下。肯定是将军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皇上少不得要重重封赏。再加上将军喜得贵子，皇上将您一块封赏，咱们得赶紧上前接旨去。可我只是个妾室，什么妾室不妾室的？您肚子里可是将军府唯一的血脉。红药说着，故意斜了我一眼。有些人当了10来年的主母，肚子不争气，到头来还不是得靠边站。方才还在地上打滚的婆子也主母爬了起来。将军的功劳自然是要传给自个儿的骨肉的。您待会儿接旨的时候识相点，站后头去，别挡了将军独子的道。我没搭理他们，抬脚就往前院走。江晚堂那帮人以为我怂了，抢在前面堵住我的路，故意把我挡在后头。墨竹凑到我耳边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小姐，这圣旨怕是给您的吧？”我轻轻点了点头。这回出征，我和兄长兵分2路，我北上打匈奴，他在南边平叛。我的兵马只有他的1半，我硬是早半个月班师回朝。算算日子，该来封赏也该到。前院里，下人已经把香案摆好了，领头的大太监捧着明黄色的圣旨站在那里，正是从小看着我和皇上一起长大的李公公。他也瞧见了我，刚要开口道喜，话头就被红药抢了过去。这位公公，奴婢多嘴问一句，这圣旨是封赏我们家将军的吗？李公公皱了皱眉，你是哪个？奴婢是伺候江姑娘的。红药挺了挺胸脯，我们家姑娘肚子里怀的可是将军府唯一的血脉，将军宝贝的紧。要是封赏的圣旨，能不能让我们家姑娘站前头接，也好让孩子沾沾皇上的福气？李公公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，一脸疑惑地朝我看过来。妾身江氏见过公公，妾身身份低微，本不该有非分之想，只是肚子里怀着将军的骨肉，算是府里将来的指望，还请公公体谅一二。说完，他又咳了2声，红药赶紧扶住他。公公，你和我都是伺候人的奴才，要懂得主人家的心思。将军的功勋自然要传给自个儿的骨肉，我们家姑娘来接旨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吧？咱家在宫里当差几10年，还从没见过哪个未进门的就敢抢着要圣旨的。什么叫抢？明明是我们将……放肆！圣旨面前岂容你们胡闹？江晚堂眼圈一红，
公公息怒，妾身这就……话没说完，他身子一软，直挺挺的往后倒去。红药和婆子同时尖叫着扑上去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主母容不下人，要逼死姨娘和小主子了！院子里顿时炸开了锅，江晚堂带来的那些仆人全围了上去，一个个拿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江晚堂脸色惨白，捂着肚子，眼泪一颗接一颗的往下砸。红药别闹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出来的。姐姐本来就容不下我，我再争下去，只会让孩子跟着我受苦。红药红着眼睛朝我吼：“不就是接个旨吗？你非要把人往死里逼！”公公，您给评评理，我们家姨娘怀的是将军的骨肉，将军府的独苗，主母善妒，处处刁难，现在连圣旨都不让姨娘靠近，这是要断了将军府的后啊！李公公气得脸都青了，手抚着胸口直哆嗦。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终于开了口，声音不大，却把满院的嘈杂都压了下去。说完了没有？我们家姑娘都成这样了，你非要闹得一尸两命才甘心？江晚堂虚弱地拉了拉红药的袖子，挣扎着要站起来。别说了，本就是我不该来，我们还是走好了。刚迈出2步，身子一歪又要倒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我哥的声音传来：“谁敢在将军府闹事？”江晚堂的眼泪当场就涌了出来，他一手扶着肚子，跌跌撞撞地朝门口奔过去，那模样看着随时都要摔倒。他一头跪倒在穆昭跟前：“将军，是妾身的错，妾身不该进这个家门，姐姐容不下我，妾身认了。可孩子没有错，求将军看在孩子的份上，让妾身离开吧。将军，您得给我们姑娘做主啊！这位主母不光打了奴婢，连我们姑娘都没放过。我们姑娘怀着您的骨肉，从南方一路水土不服，折腾到京城，进了府，连口热水都没喝上，就要被撵出去。将军，老奴活了这么些年，头一回见着这么狠心的主母，她连间狗窝都不肯给我们姑娘住，这不是明摆着不把您的骨肉当回事儿吗？江晚堂也不辩解，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儿掉眼泪。穆昭的目光从那些跪着的人身上扫过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我双手抱胸，靠在廊柱上，他一身风尘仆仆，铠甲都没来得及换，显然是刚拜完了皇上就直奔家里。可当他看清是我的那一刻，那张阴沉的脸瞬间僵住了，紧接着一种掩不住的心虚和慌张爬了上来。江晚堂还在哭，红药还在添油加醋。将军，您不知道，主母她活了了世经久。够了！穆昭猛地吼了一声，所有人吓得一抖。江晚堂泪眼婆娑地抬起头，以为他是在骂我。将军，您别为了妾身跟姐姐动气，都是妾身的错，妾身不该来的。可穆昭大步流星地朝我走过来，所有人都看傻了，瞪大眼睛愣在原地。我依旧靠在廊柱上没动，看着兄长走到我面前，他脸上的阴沉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心虚，甚至带着几分讨好的意思。妹妹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整个院子像被人掐住了喉咙，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。江晚堂脸上的泪痕还没干，哭声却卡在嗓子眼里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怎么不欢迎我回来？不，他急道：“哥就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那匈奴多难打呀！不愧是我妹妹。”我揶揄说道：“再难打的匈奴，也没府里的这出戏难唱。”我朝江晚堂看去，不给我介绍一下？穆昭扭头看了看江晚堂，又看了看跪了一地的仆从，愣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穆将军，镇北将军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人品能力那都是毋庸置疑的。您这位姑娘和她那几个下人，好大的威风，都敢指着镇北将军的鼻子骂，还敢在咱家面前搬弄是非。红药猛地抬起头，镇北将军，我也微微挑了下眉。皇帝这次倒是大方，给了这么大的官，一门双将，满京城再没有哪家能越过穆家去了。都给我闭嘴！谁让你们在这儿胡闹的？她是我亲妹妹，皇上亲封的镇北将军，谁告诉你们她是主母的？我看他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，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哥，您行啊，打个仗回来，给我领了个姨娘回来，还怀了您的儿子。尴尬的小声说：“这是个意外。”这意外可真不小。我哼笑了一声，另有所指的说着：“红英，这事儿……先别急着解释。”我打断他，转头看向李公公：“劳烦公公久等，先宣旨吧。”李公公笑着点了点头，展开手中的圣旨。我整了整衣襟，跪了下来，墨主也跟着跪在身后。满院子的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呼啦啦跪了一地。江晚堂被红药扶着跪下，脸色白得如宣纸一样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穆弘英抗匈奴于北境，以少胜多，斩敌3万，收复失地16城，
扬我国威，功在社稷，特封镇北大将军10亿万户，封万户侯，授义姓王，镇北王。钦此。我双手接过圣旨，臣领旨。穆昭凑过来，讪讪地说了句：“妹妹，好样的。”我没理他，转身看向李公公，有劳公公跑一趟。你可是咱家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什么品性咱家能不知道？镇北王，皇上还说了，您要是得空进宫陪他下练练武。上次输给您，皇上念叨了好几天呢。我微微颔首，替我回皇上，臣明日进宫。将军府的事儿，咱家就当没看见。不过，镇北王，这家您得好好管管了。说完，他冷冷地剜了江晚堂一眼，扬长而去。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。都起来吧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跪了一地的人，话音落了，没人敢动。墨竹冷笑一声：“我家小姐让你们起来，没听见？”众人这才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，一个个低着头，连眼皮都不敢抬。我走到洪耀面前，还没开口，他腿一软又跪了下去，哭得涕泪横流。镇北王饶命！奴婢有眼不识泰山，奴婢嘴贱，奴婢该死。说说吧，我语气平淡，你们为何就认定我是主母？是将军说的。我哦，拖长了音。将军说的。将军在剿匪时，我们姑娘问他府里情况，将军说家里有个不好惹的祖宗，让我们姑娘到了府了小心些，别触了眉头。将军还说那祖宗一言不合就要动手，让我们姑娘能躲就躲，别硬碰硬。我转头看向我哥，他哆嗦着手指着洪耀想说些什么，又被我一个眼神瞪回去。将军说主母最遗憾的事就是没生个男孩，我们姑娘一听就哭了，说主母也是苦命人，愿意让主母把孩子记在名下，只求有个容身之处。将军当时喝了酒，拉着姑娘的手夸她贴心，又说要是有人敢欺负我们，让姑娘尽管回击，等她回来主持公道。我轻轻笑了一声，我哥额头上汗珠子滚下来。红英，哥那是……我打断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将军说以前有个丫鬟伺候他，被打得半死赶出府去，让我们姑娘千万小心，别惹祖宗不快。我手指点了点，想了半天，终于从记忆深处扒拉出这件事来。我哥说的倒也没错，我确实让人把那丫鬟打了20板子赶出去，但那是因为那丫鬟敢偷我娘的遗物出去卖，被墨竹抓了个现行。但就这么断章取义地停下来，谁能想到真相？所以你们就以为我是主母？洪耀点头如捣蒜。我们看见您从外面进来，下人都对您毕恭毕敬，就以为我是那个生不出儿子、脾气暴戾、善妒刻薄的主母。洪耀不敢说话，在地上拼命发抖。我转身看向我哥，他站在那儿。哥，您挺会说啊。他低头搓手，当时喝多了，声音越来越小。谁知道他们竟想到此处。我意味不明的轻哼一声，他立刻转了话锋。红英，哥错了，哥真错了，哥以后再也不乱说了。我没说什么，倒是旁边的江晚堂突然跪了下来。是妾身的错，妾身不该问府里的事，不该听将军酒后话就当真，更不该一进门就冲撞你。他捂着肚子，妾身什么都不知道，妾身以为您是主母，以为您容不下这个孩子，妾身该死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您饶了孩子。洪耀上前道：大将军，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狗眼看人低，是奴婢嘴贱，您要杀就杀奴婢，求您别怪姑娘。我打断他们的主仆情深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人了？我皱着眉心，所有人一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起来吧，别跪了。江晚堂愣愣地抬头看我，我家小姐让你们起来，听不见？墨竹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洪耀赶紧扶着江晚堂站起来，手抖个不停。我走到江晚堂面前，他下意识缩了一下，不敢看我。几个月了？5个月了。南方到京城马车3个月，你身子受得了？妾身身子弱，到京城的时候差点没撑住。将军找了太医看了，说要好生静养，不能再折腾。那就好好养着。江晚堂愣住了，不敢相信。您不赶我走？我为什么要赶你走？只要这孩子是我哥的，该有的月例银子，该住的院子，一样都不会少。我话锋一转，不过主院你不能住，东跨院空着，我让人收拾出来，你住那儿。江晚堂愣了半天，多谢镇北王，多谢镇北王，妾身住哪儿都行，只要有个容身之所，妾身就知足了。是奴婢狗眼看人低，奴婢该死，您大人大量，奴婢给您磕头了。墨竹看出我的不耐烦，上前一步查看，带下去。是。洪耀立刻搀扶起江晚堂，一行人走后，院子里安静下来。我转身看着我哥，在外威风凛凛的穆将军，此刻恨不得钻到柱子里去。说说吧，
怎么回事？就是打了胜仗，庆功宴上喝多了，身边伺候的就是他。后来他就说怀了孩子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哥，你查了吗？这孩子真是你的？我哥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没直接回答，而是叫墨竹去请了御医来。去请太医。他不明所以，但还是乖乖伸出手腕。御医把了脉，又仔细看了他早年留下的旧伤记录，最后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将军旧伤未愈，子嗣艰难。此事臣多年前便已禀明。我屏退左右，屋里只剩下兄妹二人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声音很轻：哥，这件事我早就知道。当年你为了救我，被那刀流矢射中。太医说你虽能人道，但不会有子嗣。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是怕你难过。他眼眶泛红。你早就知道，那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哥哥。我看着他，你为了我断送了做父亲的机会。我穆红英这辈子就是要让你风光体面的活着。谁敢拿这件事做文章，我就砍了谁。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，他一把抱住我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拍着他的背，等他哭够了，才说：哥，现在你知道了自己身体的情况，所以江晚堂肚子里的孩子不可能是你的。他松开我，抹了把脸，眼神从脆弱慢慢变得冷硬。你是说他骗我？我说：我派人去南方查了，但需要时间。这半个月你先稳住他，别打草惊蛇。他点了点头。我进宫面圣的时候，皇帝正在御书房批折子，看见我进来，皇帝把朱笔一扔，舒舒服服的往后一靠。朕以为你明天才来，毕竟家中闹了出好戏啊。皇上都知道了。李公公回来跟朕说了，你哥那个姨娘胆子不小，连朕的圣旨都敢拦。穆红烟，皇帝指了指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臣已经把人安置在东跨院了。皇帝有些稀奇的打量我，你不生气？生什么气？她一个孕妇从南方颠到京城也不容易。皇帝笑了，你比你哥强多了。你哥打仗是一把好手，可内宅的事一塌糊涂。这些年若不是你掌管，将军府早就落寞了。我颔首道声不敢。皇帝起身，北边匈奴的事，朕听说了。你以少胜多打得漂亮，匈奴元气大伤，寇可往我亦可往，朕打算趁胜追击。穆红英，朕问你，你有信心赶走匈奴没有？我点头领命，是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此事不仅关乎我穆家颜面，更关乎北伐大业，不容有失。自宫中回到王府，天色已近黄昏，我独自在书房内，指尖在堪舆图上那片代表匈奴的广袤土地上缓缓划过。皇帝的话犹在耳边，那份沉甸甸的信任，是我穆家世代忠魂换来的荣耀，也是我穆红英必须扛起的宿命。正在这时，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，一道风尘仆仆的身影冲了进来，是墨竹。他比我预估的时间早了整整2天。一身劲装沾满泥土，他看到我，眼中先是闪过一丝宽慰，随即被更深的凝重所取代，嘴唇干裂，显然是日夜兼程赶回来的。他单膝跪地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用油布紧紧包裹的物实，双手奉上：小姐，幸不辱命，都查清楚了。我心中一凛，亲自上前扶起他，接过包裹，打开邮布，里面是厚厚一沓卷宗，详细记录了江晚堂的生平。她却是南方罪臣之女，家道中落后，被卖入教坊司，后被一个叫赵虎臣的从7品小官赎身，而赵虎臣则在半日前暴毙于家中。官府查验的结果是饮酒过量，意外猝死。不对，墨竹声音沙哑，指向卷宗的另一页。我们的人买通了仵作，赵虎宗是被人用千秋饮毒杀的，这种毒民间罕见。我的目光沉了下来，一个从7品小官竟值得动用宫廷密钥来灭口。我翻开那封从赵虎臣书房暗格中搜出的残信，信纸被火烧过，边缘焦黑，只剩下中间几块残片，上面的字迹潦草而急促，但有几个词却像烙铁一样，烫得我指尖发麻。最令我浑身冰凉的是信纸右下角那个残缺的印记，虽然只剩一角，但我认的那是吏部侍郎刘成的私人印章。刘侍郎，朝中保守派的领袖，一直以来最是反对北伐之人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江晚堂这颗棋子根本不是冲着我哥来的，而是冲着我，冲着我手中的30万北伐大军，冲着整个大周的国策而来。我缓缓将那封残信折起，心中原定的摊牌计划瞬间被全盘推翻，紧紧揭穿一个江晚堂，也毫无意义。我要的是连根拔起。我看向墨竹，眼中已无波澜，只剩下一片深不见底的寒潭。明日的正厅，不仅要审一个骗子，我的声音很轻，更要钓一条大鱼，却带着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。去，按我的吩咐，把戏台搭起来。夜色如墨，皇城深处，御书房的灯火却亮如白昼。说吧，
什么事值得我们镇北王连夜闯宫？皇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，却自有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。我没有废话，将那封用油布包裹的残信恭敬地呈上，李公公躬身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接过，再转成御前。御书房内一片死寂，只听得到信纸被展开时细微的摩擦声。皇帝的目光扫过那几个触目惊心的字眼，原本平静的脸庞瞬间阴沉下来，仿佛暴风雨前的海面。好一个北伐不可行！为了阻挠北伐，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朝的栋梁，朕真是小瞧了他们。他从御座上走下，亲手扶起我，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赞赏与心疼。君臣多年，他懂我，正如我懂他。你受委屈了，此事你能察觉到不对，没有被区区宅斗蒙蔽双眼，很好。我沉声开口，陛下，眼中寒光一闪。臣以为江晚堂此人现在还不能动。哦，皇帝眉毛一挑，怒气烧脸。臣请陛下准许，让臣将计就计，用这颗棋子调出藏在暗处的大鱼。皇帝闻言朗声大笑，不愧是朕的镇北王，朕与你想的一样。然后他越过我，重新走回案前，坐下后，从一个暗格中取出2样东西，重重地放在我面前。我的呼吸为之一滞，那是一道空白的圣旨，明黄的卷轴上只有玉玺的朱红印记，另一件则是一块玄铁打造的令牌，上面刻着一只怒吼的麒麟，京畿卫的调兵令。朕给你一道空白圣旨，让你临机决断，无需事事回禀。朕再给你调动京畿卫的令牌，让你有刀可用。去办吧，你放手去做，无论牵扯到谁，官居何位，给朕一并揪出来。朝堂上的杂草，朕要你在出征之前替朕除个干净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激荡。臣穆红英领旨。当我走出御书房时，天边已泛起一丝鱼肚白，寒风吹动我的衣袂，我却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。次日，镇北王府正厅，江晚堂被带上来时，身形依旧单薄，一张小脸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他一进门，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朝着穆昭的方向凄声哭喊：“将军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王爷他要屈打成招，污蔑妾身腹中孩儿的血脉。”哥哥不为所动，我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，只是轻轻搁下茶杯，那清脆的碰撞声却像一道惊雷，让江晚堂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墨竹，我淡淡开口。在。墨竹上前一步，将一叠卷宗和几件物实啪的一声摔在江晚堂面前。赵虎臣，江州7品文书，家道中落的秀才，此人于半年前在画坊与你相识，为你赎身，你们的邻里都认得你。你胡说！我不认识什么赵虎臣。我轻笑一声，墨竹拿出一枚橙色普通的白玉佩，捏到他脚边。那这块玉佩你总该认识吧？据赵虎屯的贴身小厮招认，这是你们的定情信物，他死前还紧紧攥在手里。江晚堂如遭雷击，他精心编织的谎言在铁证面前正一片片的崩塌。江晚堂，你设计我兄长，攀附将军府，如今又为脱身而毒杀旧情人，你好狠的心计，好毒的手段！江晚堂彻底崩溃了，所有的伪装被撕得粉碎，他瘫软在地，哭诉着自己的身不由己，哭诉着赵虎臣的薄情寡义。整个正厅只剩下他凄厉的哭声。赵虎腾，他根本就不爱我。我揉了揉眉心，透出刻意营造的疲惫。一桩安杂的私情骗局，竟闹得满城风雨，耗费我如此多的心神。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目光飘向堂外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：北伐在即，军务繁忙，圣上正看着我。若此时让他知道我的府邸竟出了这等丑事，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会如何看我？如何看我们穆家？瘫在地上的江晚堂猛地抬起头，泪眼婆娑的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。他像一个溺水之人，忽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原来权倾朝野的镇北王也有软肋。他恭敬道：“王爷，您说的对，此事闹大了，对您、对将军都没有好处，只会让朝堂上的言官抓住把柄，影响您的北伐大计。王爷，民女虽有错，但也是奉命行事。若您能高抬贵手，吏部侍郎大人定会感念您的恩情。”我听见这话，睁大了眼睛。我端坐于主位，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，眼底的寒意却愈发深沉。鱼儿终于咬钩了。王爷是聪明人，刘大人位高权重，最是爱惜人才，他绝不希望看到镇北王因后宅不宁而错失为国尽忠的良机。
只要王爷今日放我一条生路，刘大人那边民女自会去分说，保证此事就此接过，无人再提。就在这时，正厅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管家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，脸上满是惊慌。他气喘吁吁的开口道：“王爷、将军，不好了！吏部侍郎刘大人亲自登门拜访。”管家话音还未落下，镇北王府好大的威风，本官连递个拜帖都要被拦在门外吗？众人闻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绯色官袍、年过半百的男人正背着手，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，龙行虎步的走了进来。看到刘成，江婉堂像是见到了救星。刘大人，你要为民女做主啊！王爷，北伐在即，军国大事迫在眉睫，您怎能为了一点后宅的误会，就如此大动干戈？他厉声喝道，手指江婉堂：“来人，将这个疯妇带走！出了事，本官一力承担。”他身后的2个护卫立刻上前，伸手就要去抓地上的江婉堂。就在他们的手即将触碰到江婉堂的瞬间，我终于动了。我没有起身，只是将手中的茶杯轻轻往桌上一放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大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道无形的命令，让整个喧嚣的正厅瞬间死寂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缓缓抬起眼，目光越过众人，如2道冰冷的利剑，直刺刘成。我的声音平静无波：“刘大人，你这么着急带走证人，是怕他多说出些什么吗？”刘成的脸色在瞬间的僵硬后，迅速化为一种被侮辱的震怒。好一个镇北王！老夫一片好心为你平息家丑，你却反过来污蔑老夫！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，只是对墨竹递了个眼色。墨竹会意，从怀中取出一只油纸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呈现在众人面前。那是一封被火烧得残缺不全的信笺，而在信笺的角落，一个朱红色的印记虽然残缺，却能看出是某位官员的私印轮廓。刘大人可认得这封信？我声音依旧平静。他是在赵虎臣的宅邸中发现的，信上的印记虽然烧毁大半，但与刘侍郎您常用的私印颇有几分相似。此言一出，满堂死寂。穆昭的眼睛瞬间红了，他死死盯着刘成，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。江婉堂更是面无人色，他没想到我竟然连这个都查到了。然而刘成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，仰天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不屑与悲愤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镇北王，你好狠的手段！为了铲除异己，竟然不惜伪造证物，构陷朝廷命官。镇北王穆弘英，刘成向前一步，眼中闪烁着贪婪与快意的光芒。你滥用王权，伪造证据，意图谋害朝中大臣，已不配为3军主帅。来人，将他的兵符收缴，听候圣上发落。他一声令下，他带来的护卫竟真的向我逼近。正厅之内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我手下的亲兵纷纷拔刀，与对方护卫对峙，一场血战一触即发。我缓缓站起身，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佩剑上。我的目光冷得像冰，扫过刘成和他身后那一张张虚伪的嘴脸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府门外忽然传来一声清亮悠长，足以穿透所有喧嚣的唱诺：“正直到。”这3个字仿佛带着某种神圣的魔力，让整个剑拔弩张的大厅瞬间凝固。所有人都惊愕地转向门口，只见一身飞蓝官袍的李公公手捧一卷明黄的圣旨，在2列禁军的护卫下，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。他的目光锐利如鹰，扫过满堂的刀光剑影，眉头微微一蹙，却没有半分停留，径直走到我的面前。咱家来的似乎正是时候。我对着李公公微微颔首，他转过身朗声道：“陛下有旨，镇北王府内一切事宜皆为国事。镇北王穆弘英代朕行事，先斩后奏。”先斩后奏4个字狠狠劈在刘成和他党羽的头顶，整个大厅死寂一片，连刀剑相制的锐气似乎都被这煌煌天威瞬间压得粉碎。前一刻还胜券在握，意气风发的吏部侍郎刘成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尽，化为一片惨败的灰白。他眼中的得意与贪婪凝固了，随即碎裂成无尽的恐惧。他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，整个人瘫倒在地，头上的官帽也歪到了一边，狼狈不堪。他身后的几名官员更是丑态百出，有的当场跪倒，有的则像被抽了筋骨的烂泥，瘫软在地，抖如筛糠。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桩板上钉钉的构陷，怎么就引来了皇帝如此不留情面，甚至不合常理的雷霆手段。代朕行事这4个字的分量，足以压垮整个朝堂的反对派。我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和思考的机会，举起右手，京畿卫听令，吏部侍郎刘成及其党羽意图构陷主帅，动摇军心，阻挠北伐，形同叛国，
给本王拿下！府门外传来整齐划一、气势如虹的甲胄碰撞之声，早已在外候命的金鸡卫精锐如潮水般涌入。他们身披玄甲，手持利刃，浑身散发着铁与血的杀气，瞬间便控制了整个正厅。刘成带来的那些所谓护卫，在真正的百战精兵面前，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，便被缴械按倒在地。不，你不能！嘶吼着，穆红英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你没有证据！他挣扎着，双手捂腹。陛下不会。一名金鸡卫校尉搜出了一叠信函，呈到我的面前，我接过，笑道：“刘大人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”我将其中一封信展开。北伐军中无以布下棋子，王爷只需待穆氏出征，便可里应外合，一举攻破雁门关。刘大人，这封信你可认得？信上的内容比我之前发现的那封残信要恶毒100倍。他们不仅要换掉我这个主帅，竟是要与匈奴里应外合，出卖国家。刘成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封信，最后一丝血色也从他脸上消失，眼中只剩下绝望，铁证如山，再无辩驳的可能。京畿卫的搜查还在继续，很快从其他几名官员身上也搜出了类似的密函和与敌国往来的信物。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构陷，彻底败露为通敌叛国的惊天大案。我也饶命！我也饶命啊！这一切都是赵虎成和刘侍郎逼我做的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我什么都说，求王爷看在孩子的份上饶我一命。他竹筒倒豆子般将所有阴谋和盘托出，从赵虎臣如何设计让他接近兄长，到刘成如何许诺事成之后让他成为真正的将军夫人，所有的肮脏交易都在这绝望的哭嚎中暴露无遗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心中已无半分波澜。我淡淡的开口：“墨竹，按原计划送他去庄子，找2个稳妥的婆子看着，让他把孩子平安生下来。这孩子与穆家无关，与这些罪孽也无关。”墨竹领命，立刻叫人将已经失魂落魄的江晚堂带了下去。随着刘成等人被铁链锁上，押出王府，这场从内宅燃起的风波终于彻底平息。正厅内，血腥味与阴谋的气息渐渐散去。我走到府门前，望着一辆辆囚车在京畿卫的押解下远去，夕阳的余晖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兄长穆昭默默地走到我的身边，他眼中的怒火已经平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而深沉的情绪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我转过头，对他露出了一个轻松的笑容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快意。哥，我说，家里的蛀虫清干净了，现在该去清理国家的了。江晚堂被送去庄子上的第2个月，孩子生了，是个男孩。我让人找了个可靠的农妇，把孩子抱去养了。江晚堂留在庄子上，有人守着，不让他跑，也不让他死。墨竹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他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去了。庄子在城郊，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。江晚堂坐在窗边，脸色蜡黄，瘦的颧骨都凸出来了。看见我进来，他也没动，只是木木地看着窗外。孩子很好，我说。他的睫毛颤了一下，没说话。养在一户农家，那家人心善，不会亏待他。他的眼泪无声地滑下来，一滴接一滴，落在手背上。你恨我吗？他忽然问。我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不恨。他苦笑了一声。你应该恨我的。你只是想活下去。我说，想活下去没有错。他终于转过头来看我，眼眶红红的。可我骗了你哥。我差点毁了将军府。你为什么不恨我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因为不值得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你不过是个可怜人。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捂着脸，哭得浑身发抖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庄子的时候，墨竹小声问我：“小姐，他以后怎么办？让他活着。”我说：“活着就行。”第2年初春，皇帝在朝堂上宣布北伐，匈奴元气大伤，趁他病要他命。皇帝站在龙椅前，朕要打过去，打到祁连山以北，打到他们再也不敢往南看一眼。满朝哗然，有人站出来反对，上前禀明道：“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百姓疲惫，不宜再兴兵戈。”直接打断：“国库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朕问你，匈奴年年犯边，烧杀抢掠，这笔账是不是不用算了？”反对的人闭上了嘴。我出列跪拜：“臣愿为陛下先锋。”3日后，我点齐兵马，挥师北上。这一次出征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。以前是守，是挡，是把匈奴人赶出我们的疆土；这一次是攻，是打，是追到他们的地盘上去。我带着1万骑兵，穿越戈壁，翻过大漠，没有后援，没有退路，
只有往前。第一战在狼居胥山下打响，匈奴人没想到我们会主动进攻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那一战斩敌3万，缴获牛羊无数。第二战在胭脂山，匈奴人集结了3万骑兵，想把我堵在山谷里。我分兵2路，一路正面佯攻，一路绕到背后高超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后路已经被截断了。那一战杀得昏天黑地，从清晨打到日暮，匈奴人的血把整条山谷染成了红色。第3战、第4战、第5战，一路打过去，一路赢过去。匈奴单于带着残部往西逃窜，我追了2000多里，直到追不动了才停下。站在大漠的尽头，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荒原，我忽然想起我爹，他活着的时候常说，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打到匈奴人的老巢去。爹，我替你做到了。班师回朝那天，皇帝亲自到城门口迎接，他站在城楼上，看着我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，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战利品。穆弘英，你给朕长脸了！他笑着喊我，队伍停下，我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。臣幸不辱命。皇帝亲手扶我起来，拉着我的手走进城门，两侧的百姓夹道欢呼，有人往我身上扔花瓣，有人喊镇北王万岁。我哥站在人群里，红着眼眶冲我笑。那天晚上，皇帝在宫里摆庆功宴，我喝了不少酒，出来的时候脚步有些发飘。墨竹扶着我往外走。小姐，您哭了。墨竹小声说，风吹的。我说，我伸手摸了摸脸，才发现眼角是湿的。墨竹没拆穿我。我抬头看了看天，今晚的月亮很圆，挂在皇宫的飞檐上，亮得像一盏灯。我想起我娘，红英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，你要好好的把咱们这个家撑起来。我做到了，娘。我又想起我爹，他走的那年，我18岁，他躺在担架上。红英，最后一句话是，爹对不起你们，没能给你们留个弟。你不需要给我留弟弟，爹，你留给我的是整个穆家。我翻身上马，往将军府的方向走。马蹄声在深夜的长街上回响，一下一下，像心跳。回到府里，我哥还没睡，他坐在中堂，面前摆着2副碗筷。等你呢。他说，我笑了笑，坐下来，桌上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几道菜：糖醋鱼、红烧排骨、清炒时蔬。他一个从不下厨的人，不知道花了多大功夫才做出来的。我叫他哥。他认真的听我说，谢谢你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我低下头，扒了一口饭，眼泪掉进了碗里。我没擦，反正他也看见了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又往我碗里加了一块排骨。窗外月亮挂在天上，又圆又亮。幕府的牌匾在月光下泛着光。一门双将军，10亿万户，异姓封王。这穆家的门楣我扛住了，往后还会扛得更高。